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小江老师。那相信大家呢，都已经看到这个 JM00或者是01的喷笔很多次了。我们呢也用它完成了这个杜卡迪还有 MG-EX 攻击自由的制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全面性的一个性能，从喷底漆补土然后再喷这个底色，然后再喷大面积的这种，比如说红色，杜卡迪的红色，然后再喷保护漆，全面性的保护漆，然后再喷金属漆，再来呢，我们去做抛光、抛亮。那接着呢，大家可以看到攻击自由的部分呢，也一样，我们上了底漆，但是呢，攻击自由它是属于一种用笔彩绘的方式，我们利用抖动的这种喷法，让这个高光阴影可以做一个融合。那阴影不够的地方呢，我们再用扫线的方式，边扫边带，再把这个阴影轮廓勾勒出来，让这个色彩呢，高光影不断的堆叠。那一支笔呢，它的这个性能，它从一个很细的细喷到很广的喷幅都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不错的笔。那它终于呢，在工厂完成了第一批的这个生产，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这个工厂进行一个检验。那毕竟呢，这个阿志来了我们公司这么久，他都没有出厂去 play 过，没有让他去 play go。好，那这次呢，到了工厂以后呢，首先阿志他负责的呢，就是要把所有的盖子做一个开合，看有没有一个过紧的现象。那阿志验完这个盖子呢，他还要验这个扳机的这个回馈感。为什么这个扳机的回馈感要检验呢？因为它底下有一个机构，它如果锁太紧的时候，它的这个扳机回馈呢会稍微的延迟，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100%的一个扳机按压的一个检验。那下一关呢就是由我带的这个可以外出的这种放大镜。那我这一组放大镜呢，其实它是牙医师在用的就是平常你们去做治疗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些牙医他们比较专业的我们会带一个这样子的放大镜。那我看什么呢？我就是看你的这个喷针跟这个喷孔它有没有一个密合，有没有完全的密合，有没有间隙，然后这个喷针是不是直的，有没有被撞歪。那这一次的这个检验呢，其实工厂呢它已经进行了很多项目的检验，包含在车床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尺寸的检验。那在这个东西车出来，他们也会有检验员做外观。那组装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阻力的检验以及功能的测试。可是呢，我们身为品牌所以对于这种厂验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因此呢，每一次有这种批量的笔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生产的新笔，我们一定都会过来做一个很大量的检验。那后面呢，就是安排这种抽检。那如果抽到不良，就会退回产线给他们做全面的 sorting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保证我们喷笔品质的一个办法。好，那这里结束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行它实际喷涂的测试。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还是有用流量计去确保它的流量是我们想要的。什么叫做流量是我们想要的呢？就是它在这个固定压力提供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喷出跟日系喷笔一样的这种气流的感觉。那大家就说这把喷起来很爽，这把喷起来不爽。那个爽跟不爽它是可以转换成数值的。那所以阿志呢，他就是要先确认这个流量。确认完流量以后呢，再来实际的进行喷涂会不会卡枪啊？会不会起泡啊？会不会不顺？那阿志也去实际在纸上呢画了一些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笔虽然它是.35的，但是它拉出一些细线，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真的非常的用心，非常负责。那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我们的粉专去做一个询问或者是说寄过来，我们帮你检查。那最近这几个月呢，刚好有3位朋友想要修喷笔，那我们就一并的告诉大家JM00、JM01，你在购买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故障。那它为什么会故障？它的原因并不是这个笔有问题通常是我们这个清洗不干净造成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故障排除的部分。那第一种状况呢，你有时候在按这个喷笔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出来的漆量很微弱然后气量也很微弱这个时候，我们把第2环解开。就1环、2环的第2环解开，这时候你再按一下出气，
就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这个气量是完全的不一样。这种状况呢，只会发生在就是这第一环跟第二环实在是堵太多漆没有洗。那我们前面教大家速洗的部分，好，就是这个地方偶尔你也要做一下清洁，不然这里整个都被漆卡死了。那刚刚那把是01，这把是00，好，那你看它现在也是几乎按把按下去，有时候最严重会连这个气声都没有。那你看漆完全出不了，那一样我们把这个转开，好，听一下声音，现在就正常了。所以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前面这个盖子实在是太久没有洗了，那我们只能先把它这两个泡进工具清洗液。好，所以呢，前面的影片其实我们已经教过 N 次的速洗。那外观的部分呢，就只有这个第一环你在擦拭喷针的时候，有时候把第一环也做一个简单的清洗。现在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一种状况就是，后面速洗做得很干净，可是前面的第一环从来都没有洗，或者是第二环从来都没有洗，导致太多的气堵在那边，所以造成这个气流量很小。那我们可以使用棉花棒内部清一清还有它的屁股后面也把它做一下清洁，尽量把之前积住的这些漆呢，都把它清干净。那这时候漆它就已经溶解了，溶解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它原本金属的材质的部分已经跑出来。我们现在再把它装回去，记住你不要撞到你的喷针。那你看现在就可以正常喷漆了，有没有？然后我们开大枪。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漆量。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笔没有洗干净所造成的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喷杯里面还有这第一环，最后使用完擦一下喷针，剩下的地方没有洗到几乎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把工具清洗液点到这里面，因为这个里面它这里有一个铜柱。这个铜柱下面有个弹簧，弹簧你按压下去，它会帮你把这个扳机顶回来。那这个铜柱上面有润滑油，如果你把工具清洗液套在这里面的话，它的润滑油会全部丧失。那你的弹簧弹下去，因为没有润滑，所以它回来的速度就会很缓慢。那现在它是健康的，所以这里没事不要泡到工具清洗液。那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那外观你可以去擦一擦。那看完这个 JA00跟01这个简单的故障排除原因其实都是因为笔没有洗干净。那刚好这几个月呢我们有收到两把这个喷笔要维修，那一把刚好是点2，一把是点3。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他们是遇到什么问题。那其实真的很多的问题基本上是除非你摔到了，不然正常一开始你可以喷的笔后来不能喷的，通常都是因为卡漆。那我们来看这些消费者他实际遇到什么状况吧。通常我们收到喷笔我还是会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查。首先呢，我会按压你的扳机，然后往后拉，看针能不能顺着往后拉。如果这时候连针都不能顺着往后拉的话，就代表那个针跟它的这个喷嘴之间一定有卡漆。那这一把看起来是顺畅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尾杆把它拆掉。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显微镜呢？它可以方便我们快速的去做一个检验。那接下来呢，我就会来看这个喷针上面有没有撞歪啊，有没有漆料残留。这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漆料。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购买的这个显微镜。那这个显微镜呢，它是可以转接 CCD。那它转接 CCD 以后呢，我就可以把我看到的画面分享给你们。这样子呢，你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讲的东西是哪一个。不然以往呢，显微镜里面的东西只有我看得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进行认真的这个检验跟排除这个故障是什么。OK， 那我们现在呢，从第一环来看这个第一环呢，它其实是 OK 的，算是干净。但是呢，我们转过来内部第二环的锥度这边呢，就有很明显的一些卡漆的现象。那我们来拍一张照片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白白的一圈，一直延伸到这个往下呢，到这个孔附近哈，这一些都是漆料哦，这就是漆料卡在这里。那我们等一下会先帮它做一个浸泡。好，那这把喷笔呢，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喷嘴哈是有一点点破裂的哈。那我们不晓得这个破裂的原因是什么。那原则上，这把的故障排除哈，基本上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帮它换一个新的喷嘴，然后把它的这个里面的漆洗干净，它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就是这个喷嘴哈，这里应该是有被东西顶过了，就是它可能是用什么东西想要插进去，把里面的漆洗掉，所以呢就去顶了以后呢，就变成这个现象。那其实呢，如果你的喷嘴有卡漆哈，我们建议你还是先泡这个工具清洗液，泡到这个漆溶解以后呢，我们再利用速洗的方式，其实就可以把漆料排除。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你泡工具清洗液没有用？就是你忘记洗笔了，好，你出门啊忘记漆杯里面有漆，然后你让它慢慢的干，结果它最后它就真的完全干了，然后把喷针包住，把喷嘴包住。那你可以想象哦，它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做那个水井哦，然后你用亚克力把东西灌浆，然后灌完以后封在里面。这时候亚克力全干以后，你就很难再用工具清洗把它溶解开了。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使用完笔马上清洗。那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喷针呢，它好像是撞到东西，或者是用勾的，有没有？它的最尖端，我们出厂的时候已经是直的嘛，它这边呢已经像钓鱼一样哦，有一个弯钩了。所以我们现在判断这把笔至少要换喷针跟喷嘴。好，那我们现在收到了这个0.2的这个耗材这个喷嘴哈。那如果你不小心撞歪撞坏，你也可以私讯我们，那我们就会寄一个这样的喷嘴给你。那你收到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小心的取出来。好，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欧环，好，那就代表它是不需要这个密封胶的。那我们先稍微把它含住，稍微含在前面，含上去以后呢，再来使用这个扳手哈，顺锁逆开。所以我们现在扳手是顺时针的。那锁到底了以后呢，好，它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在转，你看你转扳机，笔已经会跟着动，这个时候就代表它已经到底了，你不用把笔握住，又很用力的吹尾，那它就会断掉。你看它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装上去的一个力量哈，因为它毕竟螺纹非常的薄，每一款都是这样子，都很小哈。好，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保护盖还有第2款都装上去。那最后呢，好，如果你的喷针是坏掉的，那我们一样会出这个喷针给你。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是换它新的喷针。那这个新的喷针呢，在取这个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就是你在拿的时候拿出来手就要离开。你手离开，如果你手再回来，你可能会自己刺到。如果你不敢自己换你寄过来，我们也可以帮你换。好，那你小心的把它插进去，然后锁紧。那基本上针跟嘴几乎是一把喷笔的心脏，然后你其他的地方只要这边没有被工具清洗液泡到，然后后半段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那这边呢，里面是气道，你平常都没有拆过，只要换上新的心脏以后，它就是一把完全重新复活的一个喷笔了。它复活以后就变得更厉害啊，慢慢的开大枪，最大喷幅，然后先专心写字一下。哇，它好细哦，真的哎，哇，看这0.2好强哦。好，那基本上呢，这把笔在我们清洗干净以后就完全复活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把0.3，它遇到什么问题？好，那我现在其实已经看到它的问题点是什么。他说
它接上去的时候呢，会有气流慢慢的跑出来哦。那我们一样哈，先依序的检查啊，按下扳机啊，看扳机的不能回弹。那现在它的扳机已经是没有办法回弹的状况，然后再来呢，我们把这个卸下来，针卸下来。那针的部分是还好，还算干净。这把笔里面呢，有非常精彩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孔洞哦，原本是要给喷针柱的地方。现在这个笔里面呢，这一坨全部都是黑黑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类似漆料的残余的东西跑出来。那首先呢，我们必须确认它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帮它挖出来。那第二步呢，就是它的喷嘴其实也是破孔，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想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然后清的时候呢，太大力了，然后因为它可能用针去戳还是什么，然后导致呢这个喷嘴也是有一个破裂的状况。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喷嘴裂开，那所以它喷笔接上那个气以后，那个气就会从这里一直流出来。OK， 那我现在把它的这个喷嘴卸下来。那大家记得拆东西的时候，顺时针是锁。然后逆时针是开，至少这把喷笔是这样，所以你要开喷嘴的时候，你应该要往右边去拆。其实很少在拆的时候可以把它拆断。那如果你在拆的时候它就突然就断了，很有可能一开始就是那个方向就错误了。那刚刚呢已经确定要修喷嘴，然后要清这个本体，然后这边呢，这是我们喷嘴救援棒，然后把它拆开。那其实我们平常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去拆你的笔。好，然后我们把这一节转开，你这边是干净。那铜柱呢就在这个位置，要从这边把它顶下来。哦，这个就是铜柱。那铜柱呢，我们出厂的时候呢，应该都是油油的。那这把笔可能洗太干净了，所以它把这个油都洗掉了。那大家注意洗笔这后半段就尽量不要洗到，因为这边是气道这边是扳机机构。那你洗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外观用工具清洗擦一擦就好，溶剂不要流进去。那我们先稍微撸看看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那现在暂时已经看不到东西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喷嘴装回去，因为它这个喷嘴已经变形了，一定要做一个这个更换，才能救回来。锁喷嘴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如果你喷嘴感觉含住了，你已经可以用你的力量推动这个喷笔了，那就不要再出力去锁它。好，然后我们把它装回来，先去做塑形。塑形呢是为了把这个本体救回来。然后这个铜柱，刚刚我们按压这个扳机不回弹，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铜柱上油。它这个喷嘴盖密封胶就是第二环在用。那这里有一个喷嘴密封胶，就是喷嘴可以用上去。如果你的是欧环式，就不用上这个东西。那这个看起来很油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喷笔润滑油。所有需要润滑的地方都是沾润滑油，不要沾错。你不会修你就可以寄回来给我们修。如果你自己修坏了，就要付一些耗材的费用。那没把握的呢，你就可以寄给我们修就好了。我们拍影片给大家看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大概是怎么坏怎么好。可是我们不希望造成说你们自己一直拆卸，结果把东西拆坏洗坏。好，我们现在把它装回去。现在这个套回去以后，再把扳机安装回去。好，这个都是有顺序的。好，笔座把它装回来。那装回来的时候它是空的。那这个弹簧呢是套在这个地方，很像那个后轮的避震器，那摩托车后轮的避震器。那你看它的弹力呢，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很久。我们这样压下来，放开它就，你看。它的弹力可以喷到这里，我们在目测从那边飞过来，大概有3-4米，现在在这边。那刚刚除了铜柱上油，
它的这个欧环都已经干扰了，那就要使用那个棒状的物体，加一点东西伸进去把它润滑一下，不然会太干，太干你就会摩擦就会不舒服，那就弹不回来，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现在没有装底下这个基座哈，就是刚刚喷出去的那个弹簧，它是没有办法往上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把这个基座装回来。好，这一根呢，先让它凸出来，这个铜柱现在就凸出来。那凸出来以后呢，你再把这个弹簧套回去。套回去以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垫片套到这个救援棒以后呢，把它这样锁回去。这边有点难度，套到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锁回去。那锁回去以后哈，我们就可以按压这个，你看，你压下去它就会弹回来，压下去弹回来，压下去弹回来。这就是刚才弹簧可以喷很远的那个哈。好，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基座装回来，那你再按压，因为它润滑油刚刚好。那你现在按压，你就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一根会顶下来又顶上去，哦，这就比较正常。但如果润滑油很干涩，就会发生这种状况。这就是我们另外一种故障排除，叫做扳机不回弹。那扳机不回弹，基本上这个润滑油你用个1年，基本上都不用补，除非就是工具清洗液或者是有溶剂沾到这边。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工具清洗液，然后倒进来以后呢，因为它现在是梅花盖，哦，所以你可以转这个第2环，把第2环转开以后做一个速洗。那我们看能不能把它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回冲出来，因为刚才我们看里面有很多黑黑的东西，那它有可能是已经干掉很久的漆料，你有的时候可能就要把这工具清洗液泡在里面一些时间，它才会慢慢的溶解。你们看现在我往后拉，漆是出不来的，连工具清洗液都出不来，因为针跟嘴之间呢已经被那些黑黑的东西堵住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得用另外的方式了。好，那这是0.2的那一个第2环的内部哈，我们还是帮它做一个清洁，让这边比较不会堵漆，你才不会觉得气量会变小。那原则上呢，就是用工具清洗液进去里面擦一擦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可以出气，但是它不可以出漆，有没有？所以它就被卡住了。那我现在呢，要把它那个漆拿出来。哇，你看，哇，反正哇，你看，这枕头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很像在帮那个病人做那个蛀牙，要做那个根管治疗。你们知道最大差别是什么？就是我们比较廉价。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大坨，所以导致它的喷笔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所以这一样是一个清洗不完全所造成的问题。等一下大家来可以看这个纸上面已经有多少。这个笔如果我可以把它救回来，基本上我也是那个华佗在世。好，那因为它这个是1代的这个201哈，然后是需要用这个喷嘴密封胶的，我们就先用这个密封胶滚这个螺纹，然后我帮它换新的喷嘴。那换上来以后，这个密封胶基本上就是要等1天，它才会全干。然后全干以后呢，我们就做大量的这个速洗来把它里面的所有的脏东西都清出来。那都清出来以后呢，再换上这个新的喷针，原则上就已经救回来了。那它刚刚那个扳机不回弹，我们也处理好了，就是它已经会弹回来了。基本上90%以上的喷笔问题都是来自于没有清洗干净所造成的。那速洗一定要洗得够多次，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完全的清洁，至少3次。那刚刚我们已经挖出很多东西了，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工具清洗液，我们在速洗的时候它还是从那个管道速洗出了很多这个小小的脏东西。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脏东西倒出来，再在这个卫生纸上面，超多。好，那透过以上的影片呢，大家可以发现
90%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清洗。那我们现在再回顾一次最后的回顾。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洗笔，那它的顺序很简单：速洗、速洗、再速洗、拆喷针、擦喷针。最后，如果你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1、2环有严重的积漆，把这1、2环退下来，泡到工具清洗液里面，把这些积漆洗掉，再安装回去。好，那原则上它就是可以一直保持犹如一把新笔的样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使用水性颜料的朋友因为水性颜料干燥的特性不一样。如果你担心的话，你每一次使用完这个颜料的时候，你可以把笔泡到水桶里面，泡到这个扳机还是浮出来的，然后往水里面喷漆，让这个水桶里面的水可以进到喷杯里面，然后从流道把所有的颜料带出来。接着你再使用这个水性的它的这个 cleaner， 还有这种专用的这个工具清洗液，不是我们刚才用的那种消基，这是要用水性的。所以说，在你学会使用喷笔之前，你要先学会洗笔。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学会刹车。如果你只会踩油门，那这台车就会很容易撞到。那如果你只会喷不会洗，那这把喷笔呢就会很会故障。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已经顺利的去检验完成这个 JM01的系列。那相信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影片的同时呢，你已经开始进行喷绘喷涂。那如果你要细喷剂的，就用0.2。那90%的时间，或许你这个0.35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最后呢，如果你在使用上不信气，还是洗不干净，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没有把握拆解的话，你可以私讯到我们粉专由我们替你服务，那就把笔寄回来，我们帮你做健康检查。那最后呢，就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选一把适合你的喷笔。这集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怎么样？这次带你体验 play 的感觉如何？蛮爽的。为什么？整盘的呢？整盘的体验呢？不是左拥右抱，是点整盘的。